一位开了天目的和尚，1992年初见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法身，被告知惊人大事。让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和尚的经历。我们这个视频的内容都来自他本人在2010年代写的一篇网络贴文，里面有很多非常惊人的内容。我们认为他所讲述的很有深意，朋友们不妨听一听，希望对您会有所启发。这位和尚的家乡在云南某地。1990年，他在缅甸勐腊的一个寺庙出家，当时他25岁，已经结婚生子。但对于他的出家，他的妻子却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家乡佛法盛行，如果某人出家为僧，整个家族都会感到荣耀，他的妻儿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剃度的那一天，全村人都来祝贺。他出家的寺庙只有10个人，住持是个老和尚，被他称为师父，平时不怎么说话，附近的村民都很尊敬他。老和尚说，我们的寺庙属于小乘佛教，只供奉释迦牟尼佛为祖尊，修行生活基本就是种地、吃饭、打坐、诵经。但是他看不懂佛经，因为他根本就不认字。于是住持只要求他严守戒律、打坐参禅就可以了，说看不懂佛经也许不是坏事。当然后来他又认字了，我们后面会做交代。3个月之后，这位年轻和尚就经常能在打坐中入定了。他说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师兄弟甚至包括师父在内，入定都很困难，1年下来难得真正入定几次，但我却不同。住持说，他之所以能这么快就入定，其实就是不认字带来的好处。1年多后，199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全寺的和尚在释迦法像前围坐一圈打坐，不知不觉他又入定了。但这次入定不同以往，他说，当时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定了1个小时左右吧，但是出定的时候，师兄们却告诉我，我已在佛前整整入定7天，还告诉他，在这7天之中，他的头顶上方一直有7彩光影流转，日夜不息，即使普通人用肉眼也能看得见。从此他发现自己闭着眼睛竟然也能看到东西，而且比睁开眼睛看得更清晰。住持说，你这是开了天眼神通。从此他更加努力地用心修行。1992年初一天早上，他拜佛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释迦牟尼的法相大放光明，同时感到有一股火一样的热流从头顶涌入体内，渐渐地在他周身弥漫开来，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一般。他说，那感觉非常的美妙，就像在睡梦中洗热水澡一样。他突然觉得自己不一样了，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而且一瞬间他看到了佛像上释迦牟尼佛的法身。佛的法身简单来说，可以看作佛在另外空间的体现吧，跟佛本人一样。这位和尚在睡梦中洗热水澡一样的感觉，应该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为他灌顶了。这时他的记忆被打开，一瞬间记起了自己前生前世。他看到在过去2世之中，他都是出家修行的和尚，但是因为生生世世积攒的罪业深重，障碍重重，都没能修成正果。不过每次圆寂之前，他都发了誓，愿下一生还要接着修，所以这一生又走入了佛门，再续前缘。因为前2世的修行，他的罪业已消，又积累了功德，所以这一次修起来格外的容易，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。他说，
依照我如此的根基3生的宏愿，只要意志坚定，今生修得正果是一定的。但是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告诉他的事情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和尚说，我刚刚记忆起前生往事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身马上就开示我说，他传的法已经不行了，不能度人了，不能再让人修成正果了，而且佛祖即将撒手人间，再也不管人间之事了。这是真的吗？和尚当时的感觉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他形容自己当时就流下了眼泪。他问道，佛祖撒手人间，谁来看护度化我们这些信奉您的弟子呢？释迦牟尼法身说，有人走，自然就有人来，84000法门中，自然有能度化你们去往涅槃彼岸的路。这位修行人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内容转告给了住持和其他人。住持问道，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他考虑了很久，对住持说，我要去云游，去寻法，去寻找那通往涅槃彼岸的道路。于是这位修行人在1992年3月告别了住持和师兄们，离开了寺庙，只身一人，只带了一个钵盂，就踏上了云游之路。那么他找到了在释迦牟尼佛离开之后来度人的那一法门了吗？让我们先从他的云游之旅说起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还得说一下关于天目的问题，因为他这一路上值得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天目看到的东西。他说所谓的天目啊，其实就是人的松果体，也就是道家说的泥丸宫。每个人都有松果体，只要经过修炼，经过能量的加持，都能开天眼，这个没有什么好神秘的。他说用天目看世界跟肉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用肉眼看东西，你只能看一个方向一个层面，用天目看呢，是全方位的、立体的、全息的。比如看一个人，用天目看，这个人的每个细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连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都能看得明明白白。天目还分为不同的层次，在他的层次上，他还能看到一个生命过往3世的经历和因缘，但是他看不到一个生命未来的走向。这位和尚开了天目之后，特别是记起了他自己的前世之后，他就能够认字了，但是呢，都是正体字。不过现在的简体字也难不倒他，拿过一本字典来，或者是别的什么书，连翻都不用翻，扫一眼就全明白了。他说现在所谓的高科技啊，在我眼里都是儿戏，一眼全部看穿。他说其实天目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迷信，完全可以用科学道理解释。比如说人的肉眼只能看见可见光，那些 X 射线、伽马射线什么的，人就看不见了。而比伽马射线穿透力还强大的光线多了去了，而且是无处不在。松果体就能看到、感知到这些光线，所以能够透视人体，能够看到肉眼看不到的。那么他又是怎么知道别人心中所想呢？又是怎么知道别人的3世因缘的呢？他说这个就更简单了。很多人都知道人的大脑有90%左右是被封闭的，那么多出来的那些大脑干什么用呢？他说啊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储存记忆用的，你生生世世的所有记忆都在里面储存着，甚至整个宇宙的信息里面都有，只是被封闭着，你用不上而已。这些信息用天目去看，都是完整清晰的画面，而且有色彩，就像小电影那样，连声音都有。你心里想什么，也会在大脑里形成图像。所以你想什么，你以往的经历，我都会一目了然。这个也太厉害了吧！怪不得《西游记》中说，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这不是一句想当然的话，而是有物质基础的。除了能看到人所不能见的，开了天幕之后的他还能够看到一些神仙鬼怪等灵体，并能够与他们沟通。但他强调，一般情况我是不理他们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我是听过佛法的人，不易理会这些层次较低的神灵。你肯定好奇，神仙鬼怪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方式呢？他说，那种形式太多了，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都有，五花八门的。但是这些东西比起佛祖来差太远了，连比都不能比，所以我基本不理他们。刚刚开始云游的时候，这位修小乘佛教的和尚想，既然释迦牟尼佛说他的法已经不灵了，那么大乘佛教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也就是说，佛教的法应该都已经不灵了。那么道教的法是不是还能渡人呢？抱着这样的想法，他进入了中国境内，想去武当山或者龙虎山等等著名的道教圣地看看，期望或许还能找到真法真机。他想着，只要能成正果，管他是佛还是道呢？孙悟空不就是由道入的佛吗？经过几个月的跋涉，他于1992年秋天来到了武当山，准备考察一下情况。刚到丹江口市区，还没上山，就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道士。他用天眼一看，发现这个道士满脑子都是钞票和美女什么的。他说，当然一个普通人脑子里想这些事情无可厚非，但是这个道士的丹田中有一个阴阳鱼的图案，这说明他是得了真传的入室弟子。一个得了真传的玄门清修之士，竟然满脑子钞票和美女。不用问，他们道教的法也不灵了，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可是当时他还有点拿不准，于是就对着武当山的方向跪倒在地上，默默祷告，希望道家的三清祖师给点开示。祷告了有1个小时，三清的法身没有出现，但是他听到了声音，也不知道是三清中的哪一位。大体意思这么说，道教的法确实也不灵，道教的神早就撒手不管了，更无法让人修成正果。和尚请求给点指示，到哪里去寻找真法真师呢？这个声音说，只要他找下去，自然能碰到度化他的人。于是他只好继续云游，以期能早点遇到真法真师。那么他遇到了吗？限于篇幅，我们只能另做一个视频说明了。不过呀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在云游的路上竟然遇到了外星人，并与外星人同行，因此还揭示了许多关于外星人的内幕和来地球的目的。这部分内容我们会在下一个视频中分享，请大家点击订阅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我是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